萧长坤向来是带着装逼的机会，一定要装，要是等不到机会，强行装逼还是要装。在他看来，今日这小子算是落在自己手里了。你不说我的劳斯莱斯车钥匙是假的吗？那就让你好好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劳斯莱斯车钥匙。姓李的中年男人将劳斯莱斯钥匙接过，在手里把玩2下，又按了按钥匙上面的按钮，随即发出一声耻笑，直接把钥匙丢向萧长坤，鄙夷地说：破玩意儿做的还挺他妈真，这应该不是拼多多买的，淘宝买的吧？萧长坤没想到他忽然把钥匙丢出来，生怕接不住钥匙，紧张地在空中抓了好几下，才堪堪将钥匙接住，随即便气恼地斥责道：哎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素质？你没见过世面，我把车钥匙丢给你，让你长长见识，你怎么还随便给我丢了？要是摔坏了，你赔得起吗？那中年男人不屑地说：一个破假货，我有什么赔不起的？一旁的马兰气急败坏地骂道：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我们这是真的劳斯莱斯车钥匙。呸！那中年男人鄙视地说：糊弄谁呢？你以为我没看见你们是从嘟嘟专车上下来的？萧长坤立刻斥责：我那是今天没想开车，我们要出国旅游，把车放在机场，我怕被别人刮了蹭了，所以我打车来的，不行吗？那中年男人朝着2口子翻了个白眼儿，哼笑道：你这人说话都自相矛盾，你说你要出国，你说你没开车出来，你打车来的机场，那你带着车钥匙干什么？你带车钥匙出国有什么用？你告诉我。我萧长坤被对方问得一时语塞，不知该如何回答。周围看客也跟着耻笑起来，因为这中年男人虽然态度上很无赖，也很无耻，但是说的话好像又有点道理。你既然是出国旅游，也没准备开车，那你把车钥匙揣在兜里，它除了有丢的风险之外，没有任何用处啊。难道把车钥匙装在兜里，带着车钥匙出国旅游，就是单纯的为了装逼吗？大家又觉得这跟劳斯莱斯车主的形象实在是又有些不太搭嘎，能做出这么露的行为，大概率不应该是尊贵的劳斯莱斯车主。眼见萧长坤说不出话来，那中年男人感觉自己是说中了他的痛处，于是便乘胜追击道：我说你这个人啊，一大把年纪了，怎么还这么好面子呢？别管你有没有劳斯莱斯，你出个国坐飞机没必要把车钥匙揣兜里吧？说完，他双手拍了拍口袋，笑着说：你看看我是正儿八经尊贵的宾利车主，可是我身上带车钥匙了吗？没有啊，我马上去马尔代夫了，我带车钥匙有什么用？更何况我是有司机的人，谁他妈买劳斯莱斯还自己开呀？哦对了，你是不是就想等一会安检的时候，人家安检的工作人员让你把口袋里的东西都掏出来，你刚好从兜里掏出一把劳斯莱斯车钥匙拍在那，你觉得你的脸上有光，是不是？萧长坤像被人看透心机的小孩子，面红耳赤的嘴硬道：我没有，我那是不小心揣兜里的。呸！中年男人撇撇嘴：你脸都红了，说这话谁信啊？说完，他感叹一声，说：哎呀，老爷子，我劝你以后出门还是低调一点，别到处吹牛逼，免得被人笑话。这儿女都在身边呢，你不在乎自己的脸面，也得顾及他们的脸面吧。萧长坤本来就不是牙尖嘴利的人，被对方这么一说，感觉自己简直就是百口莫辩，有苦说不出，只能掏出手机低头翻找着什么。一旁的马兰哪受过这个气，立刻掐了腰，怒视对方：开个破宾利给你嘚瑟的不像个逼样了，你去打听打听，我老公以前是金陵书画协会的常务副会长，你问问书画协会的人，谁不知道他开一辆2B 版的库里南？萧长坤赶紧说：什么2B？不是2B，是 BB 版库里南。马兰不耐烦地摆手：不都一样吗？一个意思。对方俨然也没见过马兰放在眼里，转而看向萧初然，笑眯眯地说：美女，这2位应该是你的家长吧？麻烦你劝劝他们，一大把年纪了，不要有这么强的虚荣心。说完，招呼身边的妖艳女人：老婆，咱们走，
赶紧过了海关，去头等舱休息室休息了。妖艳女人眼看老公占尽上风，也是感觉特别有面子，风情万种地说：好的，老公，早就跟你说过，出门在外不要跟穷人一般见识，跟他们说不清的。中年男人哈哈一笑，搂着妖艳女人开心地走了。他前脚刚走，萧长坤抬起头来，冲着他的背影气急败坏地喊道：俺那个人你别走，你看看我跟我的车拍的照片，你看看，看看是不是库里南，看看我有没有吹牛逼。眼看对方头也不回，他气得直跺脚，你看看啊，睁大你的狗眼看看清楚啊。一旁的萧初然感觉难堪至极，上前说道：爸，差不多就行了，别总在这抓着不放了，本来就不该把车钥匙装出来。萧初然感觉难堪，不是觉得被陌生人围观，甚至嘲笑丢了自己的面子，而是觉得爸妈拿着靠叶晨身份换来的东西，在大庭广众之下炫耀，实在是有些丢脸。尤其是没想到明明都说了不开车来机场，爸爸竟然还偷偷把车钥匙揣在兜里，这是什么心思，自己太清楚了。刚才那个中年男人说得很对，爸爸肯定就是想着带这把钥匙出门，掏出来的时候能给他脸上添点光。如此爱慕虚荣的表现，实在是让萧楚然心里十分失望。叶晨倒是没什么感觉，他在一旁一言不发，主要也是觉得老丈人揣车钥匙的行为太搞笑，所以索性看他怎么吃瘪的。萧长坤见女儿女婿都不支持自己，脸上也觉得有些挂不住，偷偷把车钥匙揣身上，这个行为现在看看确实有点太幼稚。本来是心情很好的出去度假，结果刚出门就被人一顿挖苦，搞得萧长坤心里十分郁闷。他看着手中的劳斯莱斯车钥匙，感觉平时让自己非常满足的宝贝，现在也变成了烫手山芋，他是丢也不是，留也不是。于是他赶紧掏出手机，给裴会长打了过去。哎，老裴，你在哪儿呢？我今天出去度假，没开车出门，但是不小心把车钥匙也装出来了。要不你给我个你家的地址，我叫个同城跑腿，把车钥匙给你送过去，你先帮我保管一下。裴会长纳闷不已，装出来你就装着就是了，车钥匙又没多重，你再找个跑腿送到我这里，还得单花钱，图啥？萧长坤违心地说：哎呀，你也知道我那个车钥匙太招摇，我是不想让别人看见吗？不然安检的时候还让我掏出来，别人还以为我故意装逼呢。裴会长随口说：不行你就放行李箱里，记得别拿出来就行了，安检不会让你把行李箱的车钥匙都掏出来单独检的。哎，萧长坤长叹一声，郁闷不已地说：那也行，我给塞箱子里去吧，先挂了啊老裴。说完挂了电话，将随身的小行李箱拉开一条缝，一脸嫌弃的把那把劳斯莱斯车钥匙顺着缝塞了进去。叶晨看得好笑，但是忍着没有笑出来。见他理好了车钥匙，便对他招手说：行了吧，时间不早了，赶紧进去吧。